你知道吗？短短2个月里，翟一莹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了5张不同的开机海报上，5个不同的男主角，5段完全不一样的爱情故事，而她是唯一的女主角。有人说这是拼命，有人说这是野心，还有人说这背后藏着一场谁都没想到的风波。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翟一莹这5大背后，到底谁才是她今年最大的赌注。说真的，翟一莹这个名字最近半年简直是短剧圈的顶流符号，她霸榜的速度快到让人跟不上节奏，几乎是一部戏刚杀青，下一部就已经开机路透了。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就在她事业最猛的时候，一场关于与 quote 她是不是临时跑路剧组与 quote 的传闻，差点把她架在了火上烤。事情的起因是短剧制作方与 quote 故而短剧与 quote 原本计划让她出演《昼以继夜2》的女主角，结果因为档期冲突，制作方突然宣布换角，由演员朱小雪顶替。消息一出，翟一莹的粉丝直接炸了锅，质疑制作方根本没提前协调好时间。而制作方那边也不惯着，直接对回去，总不能让整个团队加5名演员无限期的等他一个人。这场风波闹得沸沸扬扬，翟一莹本人后来在粉丝群里发文回应，说近期因为个人私事，工作确实会有调整，希望大家不要恶意造谣或者攻击任何人。这番表态算是暂时平息了争议，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，因为就在同一时间段，他手上其实同时压着5个项目，档期紧张到什么程度，可想而知。而这5个项目里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让他豁出去的赌注？先说第一个，也是话题度最高的一个，第25时区的情书搭档柯纯。这已经是2人第4次合作了，粉丝给这对 CP 起了个外号，叫与 quote 纯莹 CP 与 quote， 意思是只要是他俩搭的戏，闭着眼睛追都不会踩雷。5月16号，这部戏在成都正式开机，官宣动态发出去10分钟，评论区就刷了1万多条，预约量更是一路飙到接近10万。你们猜怎么着？就在开机前几天，网上还流传着与 quote 翟一莹因为这部戏突然延期，所以赶不上拍《昼以继夜2》与 quote 的说法，但后来被证实，这次的档期安排其实是早就定好的，跟临时变动完全没关系。换句话说，那场换角风波跟柯纯这部戏根本没有直接关系，纯粹是外界的误读。如果你也觉得这场 CP 4搭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第2个项目是搭档刘宇航的《盛夏热恋》。7月2号杀青，这部剧在红果平台的预约量突破了59万。但真正让观众意外的是搭档人选本身，刘宇航一直以来的固定 CP 是演员郭雨欣，2人已经合作了整整4次，覆盖了好几部热门短剧。这一次，刘宇航突然换了搭档，改成翟一莹，不少观众看到卡司名单的第一反应都是与 quote 惊讶与 quote 2个字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也发生了，短剧圈内部因为与 quote 共创视频与 quote 没提前通知的问题，掀起了一场不小的口水仗。虽然跟翟一莹本人没有直接关系，但外界的目光也顺势聚焦到了他这次与 quote 抢走与 quote 固定 CP 的举动上。第3个项目气氛就更微妙了，直到烈日燃烧搭档马小雨。这部戏5月初开机，翟一莹在开机现场闹了个小乌龙，不小心一屁股坐地上，把马小雨都看懵了。这段花絮当时还上了热搜。但真正的重头戏其实不在他身上，而在幕后。剧里的男2号冯建宇跟马小雨之间，因为海报翻位和开机站位的问题，闹出了一场持续发酵的争议。有说法是冯建宇那边想把封面改成双男主并列，马小雨粉丝觉得这是在暗示对方咖位更高，也有说法是马小雨团队私自加宽了花墙展板，导致对方连夜修改设计方案。双方粉丝各执一词，谁对谁错，到现在都没有定论。翟一莹作为女主角，意外地站在了这场番位之争的正中央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这5段 CP 里哪一对最让你上头？第4个项目是许你更如意搭档申浩南。这已经是2人第4次搭戏了。早在之前的《暗恋成婚》里，他们就凭借明艳坚韧娇妻和隐忍深情霸总的组合圈了一大批粉丝。2人还曾经一起拿下过腾讯视频短剧品质盛典的与 quote 创作力人气 CP 与 quote 荣誉。
跟前面几段充满话题和争议的合作比起来，翟一莹和申浩南这一对，明显是他今年5个项目里最稳、最没有风险的一张牌。最后一个是大家最熟悉的《又稳骄阳》搭档一航。这部戏目前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，正在等待正式上线的消息。跟前面提到的那场因为南方洪灾发起的公益驰援内容一样，翟一莹这段时间的曝光度几乎没有断过。直到很多年以后，当人们再回头看2026年的短剧市场，也许才会真正意识到，翟一莹这一年同时推进5部重点合作，并不是一次简单的高产，而是一场几乎把整个职业生涯都压进去的豪赌。每一部作品都对应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市场逻辑，也意味着一种截然不同的风险。柯纯代表的是情怀，两人多次合作积累下来的 CP 基础是短剧圈少有的稳定流量池。观众熟悉他们之间的默契，也愿意为这种熟悉感持续买单。但情怀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，一旦突破不了过去的成功模式，就容易陷入重复自己的质疑。刘宇航代表的是突破，新的搭档意味着新的化学反应，也意味着未知。没有成熟 CP 滤镜的保护，每一场对手戏，每一个眼神交流，都必须重新赢得观众认可。如果成功，就是新的爆款组合；如果失败，所有尝试都会成为网友口中的没有火花。而马晓宇合作的新剧，则完全是另一种考验。真正让外界讨论的，已经不仅仅是剧情本身，而是围绕番位、宣传、角色定位所引发的各种争议。很多时候，演员并不能决定舆论的发展方向，却不得不承担舆论带来的后果。这种风险往往比作品成绩本身更加难以控制。相比之下，与申浩南的再次合作，更像是一张稳健的底牌。4次合作建立起来的不只是默契，更是观众长期累积的信任。当市场充满变化的时候，这种稳定反而显得格外珍贵。它未必能够制造最大的爆点，却足以成为支撑口碑的重要力量。至于与一航合作的《又稳骄阳》，很多业内人士更愿意把它看作翟一莹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一步棋。从开机到杀青，虽然节奏极快，但两人在拍摄期间展现出的自然互动、角色适配度以及演员之间的信任感，让不少观众提前产生了期待。如果最终作品质量能够兑现目前的热度，它很可能成为今年最大的黑马。真正值得关注的，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最终爆红，而是翟一莹第一次选择同时用5种不同类型的 CP、5种不同的人物关系、5种不同的市场策略，去全面验证自己的演员边界。他没有把希望压在单一项目上，而是主动把自己放进5条完全不同的赛道，让市场和观众共同给出答案。这种选择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，也意味着他已经没有退路。所以，这究竟是一次过于激进的冒险，还是一次经过精密计算的布局？或许今天没有人能够给出准确答案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翟一莹已经把自己的2026年变成了一场值得整个短剧行业关注的实验。当所有筹码都已经摆上牌桌，当所有选择都必须接受市场检验，他真正等待的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成功，而是一次能够重新定义自己演员价值的机会。至于最后哪一部作品会率先冲出重围，哪一组 CP 会成为今年最大的赢家，就让时间和观众给出最终答案。我们下期继续关注。